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 FRP 内网穿透服务。那这个服务呢，相信有些小伙伴是知道的，它相当于我们国内有很多大内网，他们都用的是公共的 IP，动态 IP，就没有自己的独立 IP。那这个时候呢，我又想把我家里的设备暴露出来，暴露到公网上，那怎么操作呢？就是借助到我们 FRP 内网穿透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我是最近才了解，所以有很多东西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我已经把它做成了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来方便大家去使用让我们出道即巅峰的这种状态。非常感谢 GitHub 上的这个项目，就是 FRP 的作为我们工具的一个底层基础我们在上层做了一个很优雅的交互，来帮助大家更好的去使用内网穿透服务。需要在内网有一台 Linux 不管你是群晖 NAS 软路由，或者你自己 Windows 的 WSL 它其实是一个 Windows 虚拟化 Linux 的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子系统我以前是不知道的，现在是有一定了解的。那相当于我们有了 Windows 就能拥有你一个无版图，你就可以靠这个终端来进行去一个访问。那我这边做成快捷方式了，我们这边 sudo-i， 对，我就已经有 root 权限了，这就跟我们在 VPS 是一样的。那我们就把这个模拟成我们的内网设备 Telemuse SSH 连接工具连接的这一台莱卡云的香港，作为我们有公网 IP的，可以暴露到这台机器上供大家去访问。那莱卡云这边的品类还是比较多的，国外国内的云都有，香港的、美国的、韩国的，这是他们家主打的。这两个设备我们都有了以后呢，那我们来运行科技蓝的一个一键脚本，这样的你就直接复制这个命令就可以了。云服务器上有公网 IP 的，这边去创建一个 FRP 的服务端，运行脚本以后呢，我们选择11，然后选择55 FRP 服务端，看到它现在是未安装状态，我们选择1直接安装，它就会去拉取进行部署，这样的我们的服务端就部署完了。那我们需要保存这个是我们待会儿会用到的公网 IP， 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的 key， 然后下面呢就是我们FRP 官方作者给我们提供的一个面板你可以点击进来，输入用户名密码，然后可以进入网页的形式来查看你当前 FRP 运行的一个状态。那其实在本期来讲呢，这个界面其实对我们来讲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用处了，大家把这两个关键值保存一下，去到客户端那边，就是我们自己没有公网 IP 的家里的设备，那我们同样运行科技蓝的脚本。那国内机器的话，运行脚本可能会有点慢，但是同样是可以用的然后呢，我们选择11，这边呢我们选择56客户端，那我们选择1安装一下，这时候它就会要求我们输入这个 IP 我们把这个 IP 复制过去回车，它又要求输入这个 token。那我们这个 token 呢也复制过去，就输入这两个就可以了，它就会去下载去配置相关文件，有状态了，并且有一个菜单可以告诉你当前的服务、内网地址、外网地址还有协议。那我们创建一个对外服务，部署一个网盘吧，这边是有服务的，它的端口号是5212。那我们这边先访问一下，看它能访问不。这块的地址呢，大家注意是显示的不是你本机地址，我们要把这个改成 127.0.0.1。 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是在我们内网5212是可以去被访问的。现在拿这个穿透到公网上56，创建一个服务创建一个内网服务叫 Cloud Drive 复制进来回车，它是 TCP 回车，我们给它5212，就是我们内网的这个端口 OK。那我们对外让它是5213吧，5213，当然5212也可以，这个你就随便定。我们内网用5212如果到公网的话，我们就用5213。好，回车，这样呢我们就创建了。创建好以后呢，这边就变成了一个方便大家查询的地址我们可以直接就拿这个 IP 地址去访问，就已经暴露出来了。我们用公网的莱卡云的这台 VPS 的5213的端口访问到了我们内网的 Cloud Drive， 就这么简单。更高级的来了，然后我们这边呢回去
哎，你会发现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它这边竟然帮我们把5213给读出来了。OK， 这就是灵魂设计啊！你在客户端添加，你在服务端这边就能看到。那再进阶一点，就是如果你有域名的话，我把这个反带成域名，更嚣张。那我们试一下5，我们需要解析到这一台 VPS 上一个域名，我们到 Cloudflare 找你自己托管的域名啊，这个域名呢，你可以在各大域名网站上买，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就可以买；如果你有，就直接用 EU.org， 先点这个 SSLTLS， 先去查看一下是不是完全严格。如果不是完全严格，这边点击去选择完全严格。那我们回到这个 DNS 记录这个地方，我们现在这块有一条记录，其实就指向的我们徕卡云的这台机器。这个通配符呢，就代表我可以有任何的2级域名前缀来去做啊，就非常方便了。那这个怎么添加的呢？那我们先把它删了，然后点击这个添加，我们输入星号，星号就代表所有，这边就给它徕卡云的 IP 地址 IPv4 的啊 ，IPv6 应该也可以啊，大家可以去尝试。那我们直接点击啊，任何前缀都可以。服务端这边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端口服务进行一个反带，然后给它一个域名。随便啊，因为我们已经用了这个通配符，你前缀可以搞任何。然后我们回车这块呢，它就会让你输入你的内网穿透的服务5213啊，你就直接这样的，它就开始帮你做 Nginx 的反向代理了。这一套就是全自动的了，这就是灵魂所在，就是你所见即所得，就能内网穿透成域名。OK， 这是你的内网机器用域名的方式来访问，神不神奇？这时候呢，它就有2个访问地址了，一个是 IP， 一个是域名。那比方说我还有一个服务怎么办？我们回到我们客户端这台机器，我们再去找一个服务。我昨天好像又创建了一个23，看一下23有没有服务。这个是个笔记应用啊，也有服务的。我们同样的原理就访问一下这个地址，当然这个 IP 呢是我们本机的动态 IP， 你就可以这么理解啊。你一样是要把这个改成 127.0.0.1， 因为这个 IP 是回环的内部 IP， 你同样是能访问到这个服务的。你访问到这个服务以后呢，我们把这个端口号记录一下，这个是5230，依然选择56。啊，客户端，我们对外 TCP 基本上大家都够用了。5230，我们刚才记的那个，对外呢就是5234，234也可以。好，5234，回车以后呢，我们现在有2个，一个是对内，一个对外。服务端这边来退出一下，以后我要出一个刷新功能。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发现我们的5234就已经暴露过来了。那我们同理呢，把5234也反带成域名，然后我们回车，好，它就又去帮我们反向代理了。它是帮我们申请证书，证书申请下来以后，给我们配置反向代理。有2个服务，2个域名，我们刚才的笔记的域名也出来了，就这么简单，而且速度呢好像还挺快。然后我们在命令行怎么操作？有公网 IP 的地址的机器上啊，徕卡云这台机器上，你可以直接 K， 你不用那么繁琐了，直接 K FRPS， 直接这样的回车，看到了吗？你就可以直接进入到这样的一个面板，不用进入到脚本里头再选了。自家的设备呢，你怎么调出这个界面呢？相信有小伙伴已经知道了。那我们 K FRPC。因为 S 是服务端的意思， C 是客户端的意思，那我们就客户端，看到了吗？我们就进来了，方便大家快速的启动你的服务端、客户端的一种快捷命令。当然，脚本不限于此，你 K， 你 H 你可以看到所有的用法都在这个地方。内网穿透只是其中的2个命令而已，其他命令大家都可以去探索。我们主要跟大家分享了内网穿透的工具使用并且将你的原本没办法暴露到公网的内网服务，通过 IP 加端口的方式反向代理成域名，更优雅的方式来访问。而且我们这个域名呢是自动续签证书的，所以大家是永远不用考虑
证书到期的这个问题，是一站式解决。那这期节目呢，是真的让我 happy 了，因为我在市面上看没有这么方便的，不完善的，欢迎大家积极的去提出我会尽我所能满足大部分小伙伴的一个需求。那我们今天这期就到这里结束了，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